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借酒装疯，他世界上都好快乐、好愉悦，我跟我喜欢的人走在一起耶。我那时候跟你走在一起，我已经没有印象了，我喝的有点多了。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太沉浸在那个粉红泡泡里面了，在我的dream里面。现在不是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大家好，我是凯凯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是女生对你会有好感的7种反应哦。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实际上当初相遇的故事。我觉得这几个举动，如果 bingo 数越多的话，代表你们机会越大哦。那我们现在来事不宜迟，来第一个吧。第一个的话就是，我们先假设一下这个情境是我们可能刚互相认识，不管是见面或者线上聊天。好了，你觉得如果对方对你有兴趣的话，他会开始主动找话题？会，他会尽量自己也不想要冷场。就像当初我跟贝拉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先聊动物嘛，聊狗狗猫猫啊，然后就开始聊到对方彼此的兴趣，然后聊到日常生活。可是如果是没有兴趣的人，很容易就是哈哈这个话题聊完就真的会有点尴尬，聊不下去的感觉，就是你会开始感觉到尴尬，会想到我班长哈哈但是你哈哈以后你会讲别的事情，然后我问你话的时候，你会继续再接下去。因为像贝拉她就是一个不太会沉默寡言、沉默是金。但是我怎么跟你聊下去的？应该说，因为他的生活经验比较丰富，所以他会一直跟我分享他生活上的事情。我也是非常习惯当一个倾听者，所以就是他在讲故事，然后我就会听这样。但是有几次他真的是受不了，就是他想要知道我其他事情，因为他又一直回我，但他又不讲他自己的事，我就想说，好，我要来搞清楚这个人是什么意思。我就说，要不然你来提问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我的事情，然后他才开始提问我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才互相了解越来越多这样子。反正就是聊天的时候真的会互相一来一往，然后这样就表示有好感的机会非常大，而不是就是很快就拒绝你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开始聊到比较私人的话题，或是比较感情相关问题的话，会聊得下去，而且会愿意互相分享。因为第一个是比较像是聊日常嘛，聊家常，对不对？对。开始家常觉得我们都聊得蛮顺的相处起来很 OK。那当然开始会去挖比较深的东西，就是想了解对方更多、更私密的东西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交过多少女朋友啊？然后开始说前女友就是遇到什么情况啊，是不是很差呀？自己有没有交过男朋友啊？或者是在恋爱中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啊？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开始互相分享，互相开始有倾诉的感觉。刚刚上一个比较算是互相分享，闲聊一下生活中的大小事。可是现在是已经开始倾诉，然后把心事倒给对方了，代表互相了解会更深吧。然后可能会聊到一些家人的那种关系啊。因为这个代表是，我对对方已经有兴趣了。那我现在来看看，我们从朋友变成情人的话，我们的个性适不适合？就像是你聊感情的话，可能会想知道，你在感情中是什么样的想法，是什么样的角色啊？我是玩咖，你是不是也是玩咖？那我们才可以一起 play 得很开心。但如果我是很认真人，你是不是也很认真人？这样子我们才不会之后很累嘛。对啊，因为对这个人有好感嘛，已经开始会假设之后相处起来会是怎么样子，有那个画面，但是需要靠实际去了解才可以感觉到。如果对这个人超级没兴趣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根本就连聊都不想聊，连他感情事都不想知道？没有，因为像是我只要没兴趣的人，就是突然跟我讲感情事或者讲他事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很想要尽快找一个机会溜走啊，或者跑掉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个就是进一步咯，因为我们已经聊天聊得很久了，甚至可能已经语音通话啦，或是打电话，甚至视讯了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才聊了很久，我们可以聊5个小时超扯的。从晚上12点聊到凌晨5点都没在睡觉，狂聊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在聊什么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想说，到底要不要见面，到底要不要见面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已经进阶到彼此可能要见面，然后见真章的时候，如果有好感的一定会很紧张嘛。如果是对方互相很在意的话，一定会特意去打扮之外呢，一有空档就会一直去浓妆艳抹，就真的会一直补唇膏，然后可能还会带香水偷偷带在身上。
哦，我会装成小罐的那一种带在身上。现在才不会，现在你出门连钱包都不带了。我现在出门带卡卡就好了，就什么都不带。卡卡就是我的钱包。我那时候第一次要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。我一方面怕自己表现不好，又想故意表现得很从容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感觉出来吗？感觉得出来。你才不知道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那你那时候身上带什么？你那时候身上带什么？我那时候就穿一个开叉 B 的衣服，拜托我平常才不会穿什么开叉路上走，因为我平常会搭泳衣在里面，就会遮比较多。我那天整个大 V 啊，泳衣就是那种比较适合搭里面的泳衣。然后我就是那天就穿那种比较轻薄的胸罩这样子，又大 V，然后项链还故意带了2-3条，就是很多配饰。而且重点是我们好像约7点吧，我5点就已经准备好在那边等了。5点到要出门之前，就是我还是去闻手，就喷好香水淡掉没，然后我就赶快去补一下。然后我真的也是超级懒惰带东西出门的人，可是我那时候也带了香水出门。你有带香水出门？我有带，但是我后来好像没时间用。但是我有带，我也有带口红，而且就是你知道，我已经睫毛已经刷了很多次，然后口红也补，然后眉毛已经画得很 perfect， 然后头发毛躁那些全部都用好了。然后可能出门的时候就再赶快去看一次，然后口红还要再抹一下，看那个形状完不完美。但我们其实就是酒吧，根本就黑黑看不到，就是会很谨慎，会特别打扮。你们那时候有特别打扮吗？我那时候不是有露肩膀吗？那个好像衣服，虽然我是穿全黑，可是就是我的衣服是露肩膀的，然后我有卷头发。我有特别就是出门的时候有卷头发，我现在头发都直的，他根本懒得用了。我好像有特别刷睫毛，因为我平常化妆不刷睫毛，我觉得刷睫毛很麻烦。真的，他现在都会跟我炫耀说他眼睛根本就不需要刷睫毛，我帮我刷。当然要帮我刷的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前，我们就已经会分享生活的事情。然后我那时候运动嘛，我本来运动都很懒得化妆，可是我为了要随时拍照片拍给他看啊，我都会带妆去运动。其实我那时候心里一看到你带妆去运动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带妆去？我没有觉得很做作，可是我会觉得说你是因为等一下有事，所以才先带妆去运动，然后顺便去办事嘛。你没有意识到我是为了耍漂亮吗？因为你那时候都说哇好正哎。是很正啊，是很正，只是另外一个有萌生出来的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带妆去运动？这样子流汗的时候妆就掉了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暧昧的时候，真的会很有动力去做很多事。我那每一天都运动，每一天都早起，然后吃很健康，让自己气色超好。你是不是都会早起，然后等我起床？因为我都很晚睡。不会，我会先去做自己的事情啊。我要随时看着手机，我有没有传讯息？对，我去健身房，我手机从来不会放置物柜，我都会带身上，然后我会随时一直看，然后开那个看那个钉钉的通知有没有通知到你起床回我。好棒哦！暧昧的时候，现在都是无法重回那个时候哎，完全真的不行。我明明就在聊那个，明明就在聊人家有好感的对象，然后我们在聊到回忆的时候，居然在叹气。没有，老夫老妻就讲，不要太早同居吼。如果没有同居的话，我们可能现在还在暧昧时间，我可能现在还有腹肌哦。我可能现在还很瘦，但是你还是每天熬夜打游戏吧？我觉得。对，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啦，就是这样。第4个是开始已经在见面的时候会不经意的想要偷看对方，盯着对方，想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真的是你的理想型，他是不是跟你心中想的一样好。有一些人胆子比较大，会直接这样看。还有一些不经意的那种小接触，但不是说这样子牵手啊，太直接不行。可能像你头发沾到东西，会帮你这样撩一下。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借酒装疯，我就喝一喝，然后就这样。对，我喝酒靠到我身上，我想说这么直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觉得他一定是趁着醉意靠在我身上，爽吗？一方面觉得爽，一方面又觉得，这个人的个性是每次都这样对别人吗？就是可能我每次跟别的女生出去，然后可能就喝一喝，然后就对，所以我会一直想观察看看，就是你是不是滥情，所以一方面开心，一方面会紧张。可是你还是有对我做这个动作，代表至少你撒网，至少我在那只鱼中间之一吧，就是有好感的鱼，至少我被圈起来。对，但是更好的是他只有对我这样子啊。如果撒很多网对每个人这样躺的话，还是要小心一下。我记得还有就是会想要合照，因为聊天聊一聊，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空档，然后又会觉得那
在找点事做，什么要开什么话题好了啊，制造话题，我们来合照，然后记录一下，因为有好感人，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面嘛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在一起，所以一定会就是合照一下，就是你这个照片怎样怎样啊，好可爱，我传给你，制造一些机会互动，这样子就是开始想要有肢体上的各种接触啦，这种感觉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侧拍你，但我好像就蛮正大光的，我就是拿手机然后这样。你就借酒装疯，然后靠在我身上要侧拍我。你不喜欢吗？你被我拍的时候，你的脸还不是这样，我这样，反正挤乳沟，然后东西都会掉下来了，还在那边挤。反正我你快掉出来，我那天哪有掉出来啊？我们那时候没那么大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我放图？然后不要。相信大家这个时候应该也想起很多愉快的回忆吧？除非你是单身狗。好，现在到下一步，第5步，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会发现他是发自内心的幸福微笑，而不是那种尴尬的勉强的职场假笑。就是像我就会遇到一些男生，然后后来跟我说，你看这个怎样怎样，我就然后下一秒转过去的时候，跟身边朋友就是。但如果是跟喜欢的，就是不管讲什么，然后可能看一下这样，就笑，然后就很腼腆，那个笑会持续很久，你不可能就转过去笑完以后，然后就这样笑完以后这样，因为自己的内心还在翻腾，还有那种雀跃的小鹿在跳跳跳，然后就是这样。就是会偷偷笑，正常好朋友可能走路笑一笑以后，他可能看别的件事情，然后他就开始放空，然后但是暧昧很有好感人，看一看以后看旁边好像，现在世界上都好快乐好愉悦哦，我跟我喜欢的人走在一起耶。我那时候跟你走在一起，我已经没有印象了，我喝的有点多了。因为你会没表情这样低头，可是你嘴角是有微笑。我们那时候就因为我们有点喝醉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晃来晃去、拉来拉去，然后就在玩。然后就那时候就有肢体接触，会抓手这样子，就是看起来心情是好的，然后很放松、很 chill。但是我们本来很紧张，所以我们喝酒才放松。对，我觉得微笑是一个蛮大的关键的，除非他在跟你讲心事，讲到哭了，那当然不可能笑。可是你抱他、安慰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得逞就会笑了。这个我觉得蛮准的。接下来再到下一步，第6步，既然他都已经对你微笑，又肢体接触，又聊很多话，代表已经超级无敌有机会了嘛。你们都有好感的人，一定不管怎么样都会想挤时间出来碰面。所以就是在跟你见面的时候他会尽量不在后面安排别的事情，甚至是他就算真的有事，他也不会表现出他急着要走，或者是他可能拖到最后1分钟，他还跟你说，那个。我真的有事，我得走了，我们下次再约好不好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会，可能跟你约中午好了，我真的一整天全部不拍事情，因为我就会假设我们可以突然就是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去吃个饭，一起去看电影，就突然拖出去玩。然后如果我真的有工作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很想要想办法把那个工作撬掉，很想珍惜相处每1分时间。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你说，我几点要走。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讲啊，可能那可能是礼貌性讲一下，但是可能假设真的很有好感，我可能说7点我要走，他可能到7点10分的时候还是好吧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我要迟到了才走，就是他根本已经迟到了，但是为了跟你相处，就多留那点时间这样。你之前会吗？我平常个人是都没什么事啦，走开啦，算了。所以我没有那种就跟你约，然后可能我等一下有事。好怀念那个时候，我们行程满满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一次，我们突然有2个假日，6日，我们就冲去9份啊。对，真的就冲9份。我们现在就是真的2个闲，不是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就是一直到处去玩，是没错啦。对啊。我们后来好像有空就在信义区随便走一走、晃一晃，然后就回家，然后觉得家里好舒服。没有，因为那是工作累了。那时候就是无忧无虑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去 care， 就是没有那时候其实还是有忧愁的，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太沉浸在那个粉红泡泡里面了，现实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对 ，I don't care 什么 fucking 现实，我现在就是在我的 dream 里面。现在不是，还是我们再去冲一波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可是我很怕我开车撞车，我不敢开山，我很怕开高速公路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要下。而且我好久没开车了。对，你很久没开车。我很紧张还是我们就是趁出去玩之前先租一架车，然后你在台北市开一下车。你都有保险吗？有。好。
没想到上一次你开高速公路，我差点撞车，差点撞车那件事，吓疯我，后面是卡车哎。好，这是题外话了。最后一个大魔王题的，也不是大魔王题了，就是你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，我相信差不多100%了吧。除非他同样对很多人做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他要就是多角练啊。钓鱼钓到什么鱼？尼罗河的鱼，还有黄金大鲤鱼。刚刚自创的歌，他已经开始会每一天任何生活大小事都跟你分享，就真的什么琐碎的事也跟你讲哦。就跟几乎家里的狗狗躺在身上也跟你讲，对，几乎报备行程这样子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吧，就我早上起床运动，然后就开始说健身了，然后运动完了，然后他根本都还在睡觉，然后我就骑脚踏车，我拍到我可能就会拍我经过什么地方，然后反映出我的脚踏车的身影，这样拍给他看。我记得你那时候说了一句很好笑的话，我发现你每天都会跟我报告行程耶。哦，对啊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完了。是不是我做太多了？因为我有遇到前任，他可能没有像你这么喜欢我，然后他又觉得我这样很烦。我觉得很可爱。我就说哦，太好了！我说瞬间放在一个大石头，然后跟他报告更多东西。我会觉得我很可爱，是因为第一点，因为我也很喜欢你，就很纯情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再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真的很可爱，就是你做任何的小事都要跟我分享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虽然可能你现在我还在睡觉，然后你可能你已经在做很多事情了。可是醒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我好像也在你旁边跟着你做这些事情，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跟我讲，就是你现在在干嘛。我认识跟你在一起以后，我才发现真的是就是喜欢跟不喜欢的程度。之前我有一个前任，就是我们在一起了，可是他就是觉得我报告这些话很烦，然后他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子，就觉得我很黏的感觉。但是他对他真的更喜欢人，他巴不得知道他每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会分手，真的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只是那时候我太傻，我不知道。那时候就是一头栽进去爱，对，血本无归，投资失败。反正就是呢，以上7个女生会对你有好感的小事情呢，希望你每一个都 bingo。如果每一个都 bingo 还不会中的话，我真的也是服了。可能就家人的关系吧，或者他已经未婚夫了，或是他真的在钓鱼。钓到什么鱼？应该没有那么惨吧？或是他真的是个玩咖之类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些也是可以我们自己本身创造机会的。如果本来对方对你还好，没有什么好感，你可以慢慢的从刚刚比较轻的第1点，慢慢试到第7点，看他会不会真的对你慢慢增加。但如果中间真的对方就是一直泼你冷水，真的没兴趣，我觉得虽然也还是有可能成功，但是那个几率太小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不如就是好好当朋友，然后找下一个，这样子你比较不那么累，也比较不会那么廉价。希望大家都会成为质感高级的另外一半哦，然后找到你心目中和喜欢的那个他。拜拜，拜拜，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他一直舔我的手，然后我就一直用他舔我的手去磨他的鼻子，我想让他闻一下口水到底多臭。他才不 care 好不好？他连大便都不觉得臭。妹妹好可爱哦。拜。